我躲了你们天族7万年，你们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？因果自有报应。这是龙啊！啊，神龙！神龙！神龙！这金灵兽的红莲异火果然厉害，竟无法恢复人身。先在此处休息几日。你醒啦？给。我屋里有只猫，希望你们能好好相处。好吃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黑蛇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何处？是他。梦境中，他是个男儿身，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？你醒啦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。你看，你头上还长了角，这手感滑滑的，真好。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？你知道吗？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在冬眠呢。后来我想，现在不是9月份吗？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，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，带你回来休养。金泥兽法力最高，却伤不了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，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？此兽是东荒郡极山，金泥兽霸占此山实在有余，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，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，不如你留下来，我来照料你可好？本君只要3日就能恢复人身，重返天宫，何须你来养？不对，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。我既把你捡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。不过若你想要走呢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，好吗？主人？好了，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些果子，你就吃这个果子吧。
这扇子，莫非是玉清昆仑扇？一个凡人，怎么会有昆仑虚的法器？我捡你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？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，也是用的这种草药，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。你忍一忍吧，很快就好了啊。你这是东荒特有的腐草，有去除腐烂之肉的功效，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。如今你单独用这个，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好啦，我对你好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吃。快点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我会心疼的。放肆！还不吃吗？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？不必，我吃就是了。此处的蛇真是聪明，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，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，可好？我在此处已经3日，该与你告辞了。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多谢3日款待，就此告辞。那我们说走就走吧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？快要下雨了，先找个地方躲躲吧。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泥兽，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。在天宫这数万年，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。你这是要不语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不必不语了。是。乌云这样就散了。你又睡了，不是吃就是睡，真的是条蛇。太子殿下，素琴，天君，孙儿已斩杀金泥兽，特回来复命。好，你竟能如此顺利复命，果然不负本君所望。不过孙儿还是大意受了伤，有愧于天君的信任。可严重？无妨，轻伤而已。只是伤口处理不当，还需重新包扎。红莲业火并非等闲药法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是。
来把这个来搭一下。大叔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昨天呀，有一只通体通红的，如同雄狮一般的妖怪，对着此处喷火。哎，你看看，到处烧毁东西。哎，这老天爷呀，可能是保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。哎，突然呐，黑龙现身降雨，哎，将这火呀全熄灭了不说，还一个霹雷把那妖怪给劈死了。那妖怪可是如同雄狮一般模样。差不多都这么传。金泥兽，哎，大叔，您知道妖怪的尸体在何处吗？哎，你这姑娘好生奇怪，还要看什么妖怪的尸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当初，大哥就是和父君的坐骑金泥兽一同失踪的。若真是金泥兽，就一定会找到大哥的线索。卖包子喽！当初说的包子。卖了些果子，换了些铜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茶听戏，走吧。哎，这符，看看这符啊！哎，这符若发生昨天的事啊，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，毫发无损。来来来，哎，都有啊！哎，都有。这符真的能驱妖吗？那当然，姑娘也想来一幅。妖怪我不怕。一个姑娘家竟有如此胆量，居然不怕妖怪。卖青菜喽！他是被打翻在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英雄一个鹞子飞身，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，他是挥了3拳2脚。姑娘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我不买符。贫道只想问问姑娘，这扇子的来历。捡的，卖给贫道如何？不卖。这扇子是我捡的第一个物件，我要留着做个念想。哎，留它有用，何必要强行留它呢？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哎，姑娘，你看你，哎，你，姑娘，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？谁偷你的扇子了？还给我！就是你！哼，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，你上来凑热闹，趁我不备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。这扇子是我捡来的。哎，你，大家看一下啊！来，姑娘，既然你嘴硬，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做个见证，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？扇子本就是我的，何须旁人评判？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的，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？又是何人题的字？是啊，有道理。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。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。哼，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，此扇乃仙家法器，玉清昆仑扇。玉清昆仑扇。嘿嘿，姑娘还有何话可说？来，这位公子看看贫道说的可有假？的确是一把宝扇啊，道长所言极是啊。是啊，贫道只想寻回祖师爷的宝物，并非想与姑娘纠缠。你还是快走吧。这扇子并非你的东西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难道我能颠倒黑白，冤枉你不成？这明明是我在俊极山捡过来的。俊极山不是早就没人去的荒山了吗？是啊，姑娘说话真是越来越离谱。你将扇子还给我！还你？哼，我没送你去见官，就已经便宜你了。道长这话怕是说反了吧？你又是何人？此扇是我一位故友的，并非什么祖师爷的宝物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姑娘所说的话。胡说八道！我就问道长一句话，这扇你可会用？这既是宝扇，怎能随便用？哦，
道长这就害怕了吗？你们是一伙的。此扇是个呼风唤雨的法器。怎么，道长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？我那位朋友可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人，若是让他知道他的法器被一个破道长据为己有，怕是会把你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，再也看不到这凡间景象了。贫道不识泰山，不识泰山，贫道不识泰山。姑娘，请收好此扇，勿要在人前招摇。此扇确实是个法器，可能会引来不少祸事。真的吗？方才看到姑娘，像是看到了我那位故人。可惜他是个男人，你是个女人。我看起来竟像个男人吗？神似而已。姑娘，告辞了。姑娘，公主殿下，这扇子既然是你旧有的，不如送给你吧。送给我？你不是说这扇子是法器吗？反正也是我捡来的，留着它我也不会用。既然这扇子对姑娘有意义，不如就送给你。谢谢你方才为我解围。刚才那位道士抢，你却迟迟不肯松口。现在他跟我抢，我自然不会给。但是现在给姑娘，是我情愿的。这让我如何谢姑娘才好？不必谢，你收着便是了。这不好吧？姑娘不必跟我客气。如果姑娘觉得不好，送我一样东西可好？好，你尽管说。姑娘都不问我想要的是什么，便一口答应我吗？万一我要的是无价之宝呢？姑娘也不像这种人啊。就算姑娘要了，我也一定会满足你。我并不看重那些身外之物。那姑娘想要的是？我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，随我来。殿下怎么会跟这个凡女人似的？你怎么从山下一路睡到现在啊？哎，现在才9月，你就已经冬眠了吗？太子殿下，臣已处理好了。只是臣发现，太子手腕上的伤，并非是红莲叶火所伤，而是东荒特有的腐肉草所致啊！是本君不小心碰到的，先退下吧。
是。方才我跟你说素锦的婚事，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说点正经的。今日的奏折我都帮你看了，长海鲛人族一直是父君的心病，方才又提起了。长海水军胆小怕事，并不擅长用兵，恐怕最后还要你亲自带兵平乱。我料到，我也有出兵的准备。不错，鲛人族的头领曾是擎苍的心腹，又不满这一任离境义军的管制，不早日除去，始终是个祸患。而且还有一点，梨苑的母后就出自这一族。幸好当年天君听了东华帝君的话，扶离境上了位。如果让梨苑继位，恐怕今日会更麻烦。就算当年是梨渊上位，也不过如此。擎苍那2个儿子，都不是什么君王之才，自然是比不上你，一出生就是储君，也从未让我们失望过。放肆！鲛人族这件事需要得有好时机，最好是让长海水军向天族请兵，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出兵。四海是封地，都有各自的水军，如果我们贸然出兵，会让诸侯以为我们想要收回封地，需要一个好理由。三叔所想，跟我不谋而合。那鲛人族的事儿就算说完了。我就帮你带了这一日的仇事，也就这么一桩大事，却如此心累。来，说点私话。是你的私事。什么事？你和青丘白浅的婚事。天君方才在大殿上，命大哥和众仙官商议迎亲的礼仪。毕竟是胡帝唯一的女儿，马虎不得。方才定下的婚事，为何如此急着迎亲？我也不懂父君为何如此着急，恐怕是因为你二叔出那档子事儿，怕再有变故得罪青丘吧。你去哪儿？找司命星君问些话。哎，表哥，你说墨渊上神和司音上仙的仙体是一道消失的？不错。当年昆仑虚余下的弟子疯了一样找他们，可始终没有结果。所以还有人猜测，司音和墨渊上神已不是师徒之情，但又不想背负师徒的名分，于是借着异族大战诈死，与司音双宿双飞了。竟还有如此荒谬的事！就是因为太过荒谬了，帝君他老人家才编写了“双双归隐”这句话。让人写入了典籍，只为了堵住悠悠众口。照你所说，那玉清昆仑扇是司音上仙的法器，怎会流落人间？司音失踪的事，始终是天族的一个悬案。殿下若要深问，怕是谁都说不清。就算是昆仑虚那些上仙们也说不清。或许司音当年大战时将这法器掉落了人间，是有可能。太子殿下说的那位拥有此扇的人，可有什么疑点？他只是个凡人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喂，你都睡了7、8天了，还不醒过来？这还没到冬天呢，你怎么就冬眠了呀？你醒啦？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。你看这床被子好看吗？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。太鲜艳了。我跟你说，虽然鲜艳了一些，
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。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么素净的，偶尔换一下不好吗？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，可这穿衣品味倒也不错。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淡彩衣，这些素衣才最好看。你的愁善，我不在时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是9月，还不是特别冷，但是我听说喂，蛇之所以你不要再拖了，就是因为怕有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我面前宽衣解带，成何体统？好心的姑娘给了我这床被子，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。来，这样就不冷了。睡吧。雷雨清昆仑扇是个厉害的法器，一个凡人竟然无法用，丢了也好，免得浑身暴露招惹态度。